看瞎雞巴亂講。呂捷作為一個歷史老師，你連最基本的歷史次序都搞錯，這太誇張了吧？孫文來當時的臨時大總統，所以當時中華民國憲法走的是內閣制。叫臨時約法。中華民國臨時約法3月11號，孫文公布實施。此據孫文當上臨時大總統，都過了2個多月了，真的沒有想到呂捷可以錯到這種程度，他真的不配為歷史系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呂捷呢，當時開了一個歷史翻案系列，其實基本上都在瞎雞巴亂講。為什麼國父是孫中山？這個是台派非常喜歡扯的一個東西，就是孫中山不配做國父。會打仗的其實不是孫文啊，會打仗的是黃興嘛。口才最好的其實也不是孫文，是汪精衛。那我可不可以說最會打仗的是蔡鍔呢？蔡鍔在雲南發動護國軍起義，從雲南邊區把袁世凱打到取消紅線帝制，那可不可以說呢？宋教仁口才也非常好啊。更別說公認口才最屌的叫做孫中山，因為孫中山有個綽號叫什麼？叫孫大炮。不會有人說汪精衛口才好過孫中山啊。把歷史感覺當成歷史事實在講，光開頭本身就非常的瞎。那為什麼最後當國父的是孫文？那打仗最重要的是什麼？是錢嘛。所以誰負責找資源？孫文負責找資源。不是孫文負責找資源，而是大家把資源交給孫文。後來才逐步演變成孫中山統籌所有的這一些資源糧草。所以興中會最先開始的時候啊，孫中山只是負責做這個提倡倡議的人，他是思想家，但是組織本身哦，則交由華埠裡面啊，就是當時住在這邊的華人社群啊，裡面的有力人士、給力人士來擔任正副主席。其實他的組織更像是會黨啊。孫中山為什麼那麼名望？因為孫中山當時他是在香港西醫書院以第1名之績啊畢業的，他也在這個語文能力上很強大，所以當時華人能夠取得西方醫學的學歷啊，叫做鳳毛麟角啊。所以為什麼當時的人對於孫中山是非常尊敬的？他有這樣的一個背景啊。所以你要打仗，你比不贏黃興。孫文跟黃興常一起上戰場啊，這裡再講一個，黃興也不是特別會打仗。黃興所領導的革命軍啊，在前11次革命呢，基本上就很難在這邊戰場打贏。即便武昌起義啊，後來黃興趕赴武漢，接管了革命軍的領導權，因為一開始啊，武漢這個地方找不到領導人，後來把那個藏在床底下的黎元洪給拖出來嘛，因為當時黎元洪位列都統，名義上官銜最高，他們當時革命軍能找到的嘛。但是黄興接管了主導權之後，結果北方的袁世凱大軍壓進彈壓的時候，長江以北全都失陷。武昌起義成功的時候，孫文其實不在中國，或者是你要講不在大清帝國也沒有關係。他這裡還玩了一點花槍哈，中國跟大清帝國，他想要做切割嗎？其實民進黨現在就在發展親非中國論嘛。孫文當時在哪裡？當時在丹佛的旅店。哎，對，沒錯，就這麼巧合。然後到了2025年啊，布朗宮酒店3214，當年孫中山落腳的地方，已經變成孫中山文物館了。裡面還放了孫中山的雕像，就這個。在美國現在對中國大陸的氣氛不太友好，對中國氣氛不太友好的狀況之下，依然在孫中山當年革命當下所下榻的旅店來成立孫中山文物館。大家知道為什麼嗎？因為孫中山是享譽中外，孫中山不是只是在中國有名氣啊，是外國人都知道孫中山是真正意義上的革命領袖啊。所以呂捷在這邊全部都在瞎雞巴講，他懂孫中山在幹嘛嗎？所以一個小小的武昌起義，憑什麼撼動全中國？那當然，這個牽扯到袁世凱的問題，絕對不是袁世凱的問題。袁世凱是結果，結果不能倒果為因，禍亂人心。當時引發了八國聯軍之後，就讓李鴻章去善後，叫做辛丑合約。辛丑合約之後呢，慈禧太后發現人心非常的躁動，大家很不爽，而且在八國聯軍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大事，就是呢，南方的各個省大家都聽宣不聽詔，叫什麼？叫做東南互保運動。南方各省啊，不想捲入八國聯軍的問題啊，所以南方各省呢，等同是自幹啊，慈禧闖了禍就自己去吧，對什麼？這叫做東南互保運動。
包含什麼？包含兩廣總督李鴻章、閩浙總督許應奎、湖廣總督張之洞、兩江總督劉坤一。影響最大的是山東巡撫袁世凱，因為山東是北方啊，所以雖稱東南互保，其實是東邊加南邊加在一起，最東最北的東邊在哪裡？就在山東啊。山東旁邊就是直隸啦，直隸是什麼？直隸就經了河北，就是北京外那一圈啊，這已經是進擊之處啊。所以慈禧太后其實相當的觸動，那怎麼辦呢？為了重新收攏人心啊，所以呢就推動了庚子後新政，基本上就是按照戊戌變法的脈絡。而這裡面接下來要推動的什麼？就是立憲運動。而立憲運動的高潮是什麼？兩件事，一個是建立內閣，另外一個是建立各省的省咨議局，相當於省議會，然後並且在中央建立資政院，相當於國會。而廣東當時省咨議局派出去的代表，其中有一個人非常有名，那個人叫什麼？叫做陳炯明。結果呢，清廷推出来內閣叫做皇族內閣，由最貪的號稱慶記股份有限公司的慶親王奕匡來組閣，主要的大臣都是滿人或者是蒙古人。所以各省立憲派大失所望，紛紛呢繼續加強跟革命黨聯繫，所以倒戈革命黨。與此同時，清廷做一個非常愚蠢的行為，在四川原本鐵路已經被士紳們從外國人手上贖回來了，結果呢，清廷卻要沒收這一些士紳贖回來的鐵路，引爆了四川叫保路運動，遍地烽火。當時在南方防守中樞就是在武昌，就是今天的武漢，只好從湖北調軍進四川平叛，結果武昌就湖北空虛，所以當武昌起義一打響的時候，新招的兵丁幾乎都是被革命黨滲透的，尤其以兩湖為甚，結果一打，砰，點一把火，才會導致什麼？武昌起義一點變成什麼？變成武昌首義，辛亥革命，全中國漢地18省都發生大大小小各種不同等同的革命，最後整個南邊大量的省份就宣布獨立，脫離清廷中央管制。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遂在武昌正式確立。所以呢，袁世凱的問題嗎？不，袁世凱當時根本躺在家裡面，在河南老家啊。袁世凱是收割革命的勝利果實啊。但是呢，在這邊呂捷一句話不說，完全顛倒是非講。所以袁世凱他是有機會當中華民國國父的哦。OK， 而且他也是在那個當下最有實力當國父的。所以這完全就是忽略了剛才的整個歷史背景。你想，這一大堆的革命宣傳，誰是源頭？孫中山是源頭。起義那個時候，革命黨其實有跟袁世凱談好，就是老袁，你回去逼小皇帝退位。小皇帝一旦退位之後，中華民國總統就給你當。這叫什麼？這叫南北議和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是1912年的12月正式確立。怎麼確立的呢？當時修了一部法，叫做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》，由來自10省22名督府簽字代表，規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、臨時大總統之權利。這部憲法是中華民國實質意義上的第一部憲法，並沒有什麼跟袁世凱這邊苟同的部分，因為主要什麼跟袁世凱苟同什麼是南北議和。孫中山準備回來，清廷發現壓不住革命黨，所以在10月27號，10月10號爆發革命嘛，10月27號把袁世凱拉了出來，袁世凱才重新統軍，兩邊對戰，一直打到11月，當時呢兩邊就對峙了，對峙之後就開始有所謂的南北議和。至於說林元洪跟黃興都答應中華民國成立，將由袁世凱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這件事情，這個史前面都有標注，對不对？然後後面突然史實就不見了，袁世凱跟革命黨是死對頭，維基百科一句來由不明的話，就變成了呂捷認定當中的歷史事實嗎？隨便亂講12月啊，南北之間逐步的進入談判階段，袁世凱也控制住了整個北京的狀態，他當上臨時大總統了，然後袁世凱想當這個大總統，就說我給你，就是我們不要吵架。我們別再打架，別再打了，不要讓國家分裂。但是袁世凱面臨幾個問題啊，孫中山的領導地位毋庸置疑，所以袁世凱是不可能投機的。第二個，他在
退潮的路上，就下朝，他去開會嘛，等於就是下班回家的路上，整隊的衛兵被當時的同盟會京津分會，京津就是北京天津分會給炸死了，連隊長一起炸掉，只袁世凱也生他炸死了，他們家的衛隊死的，剩下的缺胳膊斷腿重傷一堆，他真的嚇死了，所以隔天就同意南北議和了。那他這個同盟會京津分會專門在搞暗殺的啊，非常激進。那裡面有一個很有名的人就是汪精衛。18號，孫中山就提了5點條約，直接拍了電報到北京去。當時的北方全權代表就是伍廷芳，人在南京談判，跟袁世凱轉達了，要求滿清皇帝即刻退位，是這樣來的。袁世凱最後就是幫滿清皇帝爭取了親事優待條件，因為呢，你要退總要給人家有個台階下嘛，所以就由南京臨時政府來制定親事優待條件，只要袁世凱可以達成，就讓滿清政府依照親事優待條件來退位。然後孫中山辭職，推舉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。空窗期那個時候，孫文就回來了。他這個意思是孫文回來搶大總統，這是錯的。當時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一直催促孫中山趕快回來，趕快回來主持國事。所以呢，大家就虛位以待孫中山，所以就等到了孫中山回來嘛。在民國初年的時候，中華民國的根本大法叫臨時約法，採的是內閣制。我沒有他可以錯到這種程度。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是1912年3月才制定，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，他是1912年元月元日，1912年1月1日就任的孫中山可以適用1912年3月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。不要搞笑好不好？拜託，不要差太多了。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，用的是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啊。好，總統掌握行政權，那就是總統制。OK， 好，那什麼叫內閣制？國會最大黨的黨魁來掌握行政權，就叫內閣制。中華民國政府臨時約法確實是一個內閣制的憲法，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是總統制的憲法。所以孫中山要當總統的時候，大家心甘情願把權力交給他，用總統制。等到孫中山南北議和確認之後，準備辭總統之前呢，就通過臨時約法，變成內閣制，因為要制約袁世凱的權力。全世界實施總統制的國家，大概只有一個國家沒有出過問題，叫做美國。錯，川普的總統制有沒有出問題？直接現場大打臉。還有呢，全世界實施總統制的國家嘛多了去了，好吧？總統制是世界的主流啊，內閣制呢，在世界上呢反而是相對比較少數。為什麼？因為內閣制很麻煩，不好做。歐洲很多是內閣制，因為歐洲很多國家以前都有君主，甚至現在還有君主，所以呢，通常實施君主立憲。實施君主立憲呢，總統因為是元首，但是你既然剝奪了元首就是這些國王皇帝的權力的時候，那你怎麼辦呢？只好用本來國王皇帝直接指揮行政機構嘛，那行政機構的最大的領導叫什麼？就是首相嘛。所以內閣制就是源自於什麼？把皇帝君主架空之後，讓原本他的首相就是宰相來擔任政府的領導人，這就是內閣制的源流。最有名是英國，所以歐洲的內閣制很多，但是也不是全部都是。孫文他當了臨時大總統，發現內閣制，哇啊，內閣制你搞我當總統幹嘛？這一段就完全瞎扯了哈。孫文在任的時候是總統制，完全是總統制，完全他瞎扯之外呢，他還自己腦補都可以當歷史，不是這樣玩的吧，哥們？太誇張了啊！我的天哪！脅迫這些國會議員，八子將軍黃興帶兵，脅迫這些所謂的當年的參議員、國會議員，把內閣制改成總統制。這靠北，去哪裡生出這些網絡文學段子啊？完全畫唬爛，別鬧好不好？當時孫文當選臨時大總統，只有1票沒投他，因為那一票跑票去投黃興了。但黃興說他投給孫中山，所以到底是誰跑票我們不知道。後來到黎元洪的時候就全票通過了，是這樣子。所以很好玩的是，中華民國首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跟首任臨時副總統黎元洪差了1票，孫文少1票跑到黃興那邊去。結果改完之後，孫文才知道啊，什麼？你們跟袁世凱談好了，再改回內閣制。OK， 那當時嘞，什麼？靠！南北議和從頭到尾，孫文是掌握在手上的，因為當時有些革命黨人認為是要再打的，是孫文認為說再打下去生靈塗炭，不希望國家分裂，所以呢，強烈主張一定要南北議和啊！為什麼變成孫文不知道要談判？我的天哪！孫文要不知道要談判，那他臨時大總統幹三小啊？自
自己寫小說是不是？為了要捧袁世凱開始，尤其在權謀這一塊，他就找他的手下段祺瑞這些人啊，馮國璋、段祺瑞這些人搞一個北京，不是吳國璋，是馮國璋。兵变。他說我不是不去就職啊，這北京動亂啊，我們必須得留在北京。OK， 好。2月15號，南北議和已經談妥了。到了2月25號，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。到了2月29號兵變，所以他就不南下了。所以跟他講的時序其實是有錯落的啊，隨便他啦。這段歷史不是很難，雖然事情很多啦，但他其實主脈絡還蠻明確的，就是革命黨的勢力主要在南方，清朝的殘餘勢力被袁世凱整合，主要在北方。透過軍隊的力量來施壓。然後呢，孫文因為不想打，所以呢就搞了一个南北議和。孫中山說好了，那不打，你讓清朝政府退位啦，然後我給他理由退位，但是呢，我把總統讓給你啊，這就是南北議和邏輯。實際掌權的是宋教仁，執政權在誰手上？是在宋教仁手上，不是在袁世凱手上。派人在上海火車站暗殺了宋教仁。當然這一段有爭議，就是到底是不是袁世凱殺的？來了，所以這裡就出現一個很有趣的陰謀論。因為呢，有個說法，也可能是孫文派人殺的。為什麼？因為孫文跟宋教仁向來不和。當然，這個都是傳說。這不只是傳說，這是大辯。他這邊故意捧宋貶孫吶，但宋教仁從來沒跟孫中山有什麼衝突過。孫文跟宋教仁沒有在明面上不合，主要在對於一些政治理論上的意見不同，但是沒有不合到要殺人，好嗎？孫中山的至暗時刻是宋教仁出手協助幫忙的，所以這種說孫文殺人這種說法，這個就是當時北洋軍閥放出來，就是袁世凱放出來的謠言吶。結果袁世凱放出來這麼垃圾的謠言，可以被呂捷拿來說這叫傳說。其實宋教仁是孫中山最主要的支持者之一啊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當時呢，孫中山深陷政治現金風暴，沒有錯啊。因為那時候陶成章為首的光復會瘋狂質疑孫中山 A 錢。光復會有個特色，光復會的人文筆特別好，因為他們都是那個有功名的士大夫，搞得孫中山頭很痛啊。而當時留守在東京同盟會，負責招收新會員，因為那時候同盟會的會務隨着孫文跟一些骨幹離開之後，會務一度停頓，是宋教仁這個年輕小伙子把他給整頓起來。而宋教仁戰力極強，這個人呢能說能演能文能武，所以他當時就招了一批人，開始每天寫文章跟光復會對幹。然後呢，後來獲得了當時在巴黎的革命領袖的響應，因為當時有很多人去歐洲念書，主要去巴黎勤工儉學，所以在這整場論戰當中呢，光復會就輸掉了，而宋教仁就是這其中居中決尾的人物。對，因為宋教仁當時就是宋教仁本身出身華興會嘛，他支持孫中山是興中會，所以相當於興中加華興對抗光復會，就同盟會內戰，但是主要是筆戰啊。這裡面很好玩的事情一大堆啊，你可以借古看今就知道，國民黨的內鬥是深深刻在 DNA 裡面的。孫中山當時兩眼一黑他說此乃吾革命生涯最黑暗之時刻，太痛苦了。你想你自己的戰友在罵你，你看你痛不痛苦？所以他說，當時孫中山一度認為革命完蛋了，但是宋教仁的挺身而出，確實讓孫中山刮目相看。在當時軍閥混戰的時代，有一個人我們就不得不提，叫做陳炯明。那事實上，陳炯明叛變這件事情很值得討論。為什麼？如果以民國初年的軍閥來講陳炯明那個哇，真的是道德高尚啊。因為陳炯明就不是真正軍閥出身嘛，陳炯明是後來孫中山在廣州發展的時候，他拿到了一支軍隊，這個軍隊需要有人管理，就交給他最好的朋友之一陳炯明，孫陳為莫逆之交。為什麼？因為陳炯明在廣州的立憲派內部是有很高的威望，但是陳炯明非常挺孫中山，所以呢，孫中山能夠在廣州立穩腳跟，有這麼多人支持，當中陳炯明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。這也是為什麼後來陳炯明叛變之後，孫中山非常痛苦，而孫中山拿到軍隊的第一時間是交給陳炯明去管理。那為什麼陳炯明會叛變？陳炯明叛變這件事情，老實講跟這段歷史根本關係就不大。陳炯明叛變陳炯明叛變是什麼時候？陳炯明叛變是1922年6月16號，民國11年，黃興都死幾年了？黃興都15年了，黃興是民國6年掛掉的然後來一個民國11年，是你來講民國3年，沒有人這樣講歷史啦，呂捷老師，好不好？我林老師嘞，好累啊。所以講到這裡大家已經可以看得出來呂捷造謠的思路很簡單，但凡對孫中山當國父有利的內容，他通通說
孫中山不知道，孫中山不在現場，孫中山不重要。但凡對孫中山不利的謠言，他都說：“哎呀，孫中山殺宋教仁吶！哎呀，孫中山呢還叫黃興帶兵去脅迫國會議員吶！天哪，真是夠了，真的。”我決定做一個事情，我就先講到這裡。如果大家回響很熱烈，觀看破5萬，點讚過5000，馬上更新下一集。